豪华的游泳馆里，一个年轻人换好泳裤，急匆匆离开更衣室，跑向宽敞的泳池。这小伙子的行为太奇怪了，往泳池那边跑的同时，用双手紧紧捂住小肚子。他不像是去游泳，倒很像是要去拉肚子。其实还真就是这样，小伙子现在腹痛难忍，马上就要一泻千里。只见他扑通一声跳下泳池，就在跳进水里的一瞬间，在游泳的人当中，小伙子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这张脸太漂亮了，在池水的映衬下泛着亮光呀！高中时的校花，我的暗恋对象梅雪花。小伙子看到梅雪花的同时，梅雪花也注意到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年轻人，心想这人行为反常，我得注意观察。果然，小伙子跳下水之后，立马又转过身走向池边，打算回到地面上去。因为本来他是吃了泻药，打算给泳池的水里加材料的，结果一看暗恋对象梅雪花在游泳，他瞬间就改主意了，要爬上岸去找厕所。可惜为时已晚，就在小伙子踩着扶梯刚刚跃出水面的时候，泻药的作用达到了顶峰，哧溜一声，黑色的泳裤就一片屎黄。原来这位小伙子名叫邮电沙，前段时间他来这里游泳，回去之后长了一脸的红疙瘩，到医院皮肤科去看，做了好几项检查之后，医生就说：小伙子，你这是皮疹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大夫，我最近很忙，哪有时间住院呀？能不能不住院，开点药回家吃呀？医生眉头一皱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邮电沙带着一堆药片、胶囊和药膏回了家。可吃药抹药膏好几天过去，脸上的皮肤不但没好，那些红疙瘩反而更大、更多、更痒了。到了第5天，邮电沙带着剩下的药到医院找到那位医生说：你这是什么破药？怎么我的脸越来越严重了？你这个骗子，害得老子白花了1000多块钱。说完，用力将那些药瓶、药盒子摔到了医生的脸上，然后扬长而去。邮电沙的父亲带着他回老家农村，找到了一位姓孙的老中医。老中医看了看邮电沙的脸之后，从抽屉里取出了一管普通药膏，说：孩子，这药膏2块钱，回去1天5次，抹到脸上，3天就差不多了。您说怪不怪？邮电沙抹上这药膏之后，脸马上就不痒了，第1天便好转了许多，到第3天，脸上的疙瘩竟然一个也没有了，皮肤恢复如初。邮电沙高兴极了，对着镜子唱起了小曲儿。可没唱2句，他便转喜为怒，一拳捶在了墙上。哼，2块钱就能治好的病，害我花了1000多块，那个破医生真是便宜他了，我该好好揍他一顿，对，揍他一顿。于是邮电沙就打算到医院再找那位医生算账，可到了医院才知道，那个医生头一天刚刚辞职离开了医院。邮电沙憋着一口气没出来，心里就想：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白瞎了那么多钱，太憋气了。我是游泳之后生的病，这肯定是在泳池里被传染的。对了，我去找游泳馆让他们赔钱。游泳馆经理听了邮电沙的要求，语气客气地说：这位先生，我看您脸上的皮肤挺好的，真不像是你说的那样刚生过病。再说了，咱们这里对卫生要求很严格，皮肤病患者是不允许进入泳池的，所以即使您真得了病，也应该是另有原因。碰了软钉子的邮电沙不甘心，
他就到市消费者协会去告游泳馆的状。结果消协的同志要他先出示医疗记录和医生证明。邮电杀的病历和检查证明被他当初一气之下摔到了那医生的脸上了。现在上哪儿找去呀？找那位老中医吧，人家老先生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。邮电杀还不死心，他又到体育局、防疫站、安监局分别去告状，都被以同样的理由给劝回去了。就这样，邮电杀无奈之下放弃了索赔的想法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。1个月后的一天，邮电杀的一位同事吃坏了肚子，不停地上厕所。看到同事痛苦的表情，邮电杀脸上忽然挂上了笑容。他大脑灵光一闪，有了，我可以吃点泻药，然后给那游泳馆的泳池里加点材料，解解我这心头之恨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损人不利己的馊主意实施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竟然会碰上自己的暗恋对象梅雪花。这下出丑出大发了，当着泳池里几十个人，尤其是梅雪花的面，邮电杀是粪洒泳池。梅雪花让人帮忙把邮电杀带到了医护站，在医生的面前，邮电杀不得不说出了他吃过泻药的实情。打完针之后，腹泻很快止住了。了解了邮电杀要报复游泳馆的原因，梅雪花就说：老同学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种行为是搞破坏，你不懂吗？另外，你真想要赔偿的话，我可以做主给你报销医药费。你到医院去查一下就诊记录，重新打印一份购药清单来吧。原来这家游泳馆的老板就是梅雪花的爸爸。梅雪花从外地回来后，今天是头一天开始在自家的游泳馆上班。这回邮电杀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换好衣服之后，一溜烟就回家了。后来再也不提要赔偿，更不想去报复人家游泳馆了。第二天，梅雪花给邮电杀打来了一个电话，说我会替你保密的，绝对不跟任何同学提起这事儿，你就放心吧。邮电杀自然是十分感激。有了这次经历，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冲动，遇事也知道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。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说邮电杀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